我是总裁的贴身管家。当女主的坟头草都2米高了，她才问我，他呢？我开始背台词，副总，夫人她已经尸骨无存了。总裁眉头一皱，副总是谁？完了，记差了。副总是另一个位面的总裁，现在这个是季总。我叫林毅，职业快穿人，专门给总裁当管家。女主苏曼死后的第109天，季书燕才终于想起她这个舔狗老婆了。由于她的反射弧太长，等待的过程中，我选择分身去别的位面双开，这就导致一心二用，翻大车了。为了挽救一下剧情，我低眉顺眼地开始说接下来的台词。季总，夫人死之前还留给了我一句话，结果这个季书燕根本不配合。她放下报纸，2条细长的腿交叠，轻缓地坐直了身体。林管家，请你告诉我，副总是谁？我皮笑肉不笑地扯了扯嘴角，心里想着是一个跟你一样，前期无脑虐妻，后面舔着脸开始死缠烂打的狗渣男。当然，我最后说出口的还是口误。最近看了本霸道总裁追妻的小说，里面的男主就叫副总。季总，您不想知道夫人给您留了什么话吗？专注搞事业的我一心只想赶紧走剧情。然而季书燕表情都没变一下，看起来对苏曼留下的话根本不感兴趣，反而还一直追问我那本霸总追妻的小说叫什么名字。我气得太阳穴突突直跳，没办法，我只能用尽毕生的学识，飞快地编出了一个书名敷衍他：富少追妻，恩赐方，嘻嘻。职业快穿人，主打的就是个随机应变。本以为季书燕问2嘴就算了，哪成想季书燕居然掏出手机，打开浏览器，开始搜书名。片刻，她点了点头，是有这本书。那女主叫什么？我的喜悦还没过半秒就半路崩殂。这我哪知道啊！藏在身后的右手疯狂地开始抠指甲，脑袋里一团浆糊。怎么办？季书燕狭长的眼睛微微眯起，琥珀色的瞳孔泛着寒意，冰得我后背发凉。怎么，你除了我之外还在别的总裁家兼职管家？我记得劳动合同上写得很清楚，服务是1v1的，履约期间不可以再在其他地方兼职，哪怕是小时工也不可以。季书燕的脾气出了名的坏，在季家干了20年的崔阿姨，只是帮邻居倒下垃圾就被季书燕下令开除。她走的动作极快，我连人影都没瞧见就彻底消失在季家了。灵光一现，我决定蒙混过关，站在原地装死。这是我新发现的系统 bug， 当遇到走不通的剧情，只要站在原地装卡1分钟，就会自动脱离这个剧情，快进到下一个节点。嘿嘿，我真是太聪明了。于是我直接闭上眼睛站在原地，嘴角保持45度甜美的笑容，静静等待操作员来脱离卡死。季书燕见我装死，张嘴就对：你杵内装什么电线杆子？我眯着左眼，只睁开一只眼睛瞧他。卡了，勿扰。卡了，我只见季书燕冷笑了声，她慵懒地动了动拖着下巴的食指，指了指我，侧手对她左边的空气说道：去系统给她瞧瞧是不是真的卡了。话音刚落，她身旁竟凭空出现了一个蓝色小球，朝我漂浮飞来。好的主人，我在心中疯狂呼叫：系统在不在？这哥们的系统怎么跟咱们的不一样啊？他的怎么还有实体？常规情况下系统都是没有实体的。系统短暂的沉默了2秒，然后怯生生地说：这我也不清楚啊，那个系统比我先进的不是一星半点。最近出现了很多系统抹杀宿主的新闻，我有些担心季书燕发现我们也有系统后，会不会发疯把我们都抹杀了？毕竟他的人设里写着最讨厌和别人拥有相同的东西。为了以防万一，你还是装作没有意识到自己是个 NPC 吧，也看不见那个蓝色的小球。这一大串的话听得我头皮发麻，所以我必须在蓝色小球完全走到我面前之前，把台词全部说完，才能显得自己是个无脑 NPC。不管3七21，我直接无视那个蓝色小球，扑到季书燕面前，痛哭流涕：季总，夫人说她这辈子最后悔的事情就是遇见你。她早就知道你有个青梅竹马的白月光叫思涵，她也知道你送她那枚不合尺寸的新婚戒指是思涵先不要的。她说你是个傻波一，连小时候的救命恩人都分不清。季总，其实8岁那年跳进水里救你的人是夫人，不是思涵小姐。我说的那叫个激情昂扬，给自己都说的一把鼻涕一把泪的。蓝色小球愣在原地，似乎也被我的演技折磨了。他说：老板，他好像看不见我，行为痴呆，符合管家林毅的人设，应该没什么问题。我抹着眼泪的手一顿，呸，你才痴呆。季书燕不着痕迹地点了点头，她弯下腰，抬起我趴在她腿上的下巴，含情脉脉地和我相望。小易，那年跳进水里救我的人明明是你，你怎么不承认了呢？当年季书燕掉进鱼塘的时候我也在。那年盛夏，他和思涵非要带上我去乡下的鱼塘钓鱼，掉进去的理由也很朴实无华。收竿的时候鱼力气太大，干不过鱼，被鱼扯下去了。由于思涵去农家乐拿鱼饵了，所以现场只有我能救季书燕。
但我觉得水有点脏，就站在岸上喊：少爷，你别慌，我这就下来救你。哎呀，我不会游泳啊，你等等，我找个人来救你，也不知道咋回事。这个思涵电话打不通，明明来回只要10分钟的路程，去了半个小时也没回来。好在苍天有眼，女主苏曼就在一旁干农活，她发现有人落水，忙不迭的就过来救吧，结果也没救起来。季书燕已经呛了很多口水，眼看着已经往水里沉了。苏曼摊摊手，救不了，节哀吧。说好的苏曼对季书燕一见钟情，奋不顾身呢，这就节哀了。说实话，我很不想救季书燕，要不是为了人间碎银几两，做快穿任务赚钱养家糊口，谁干这种事啊？我脱下外套，用自己那细胳膊细腿，费了9牛2虎之力，才将她拉上来。救完人之后，我又请求系统修改他们的记忆，将他们的记忆改成苏曼冒着生命危险，在湍急的河流里救了季书燕，这样就可以顺利走剧情了。林毅，季书燕突然出声打断了我的回忆，你不仅英勇跳下水救我起来，还抓了只蛤蟆帮我人工呼吸的事情，难道不记得了吗？我条件反射，这你都知道。他似笑非笑地站起身，高大的身影把我眼前的视线都挡住了。我还知道你有系统呢，就是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我生平最讨厌和别人有一样的东西了。他抓起我的领口，跟拎小鸡仔似的把我拎起来，然后冲着在旁边挂机的蓝色能量小球吩咐：系统抹杀他。好，生死抉择来了。这个季书燕会不会是炸我的？他想看我的反应，试探我是不是个傻蛋 NPC。 我屏住呼吸，在心中狂念了好几遍南无阿弥陀佛，佯装出疑惑问道：季总，你今天说了2次系统了，系统是什么意思？我不明白。季书燕很冷漠地把我扔回了地上，要干你的意思，我擦，装都不装一下呀。这蓝色小球抹杀人的方式也很传统，他凭空变出个超大号扳手，看样子是准备拿扳手直接修理我。别墅的大门有保镖看守，跑也没有用，我吓得一个腿软跪在了地上，眼看着超大号扳手就要砸得我脑瓜开花了。别墅大门在这一刻被人大力踹开，未见其人，先闻其声。思涵那专有的细长超嗲声线荡气回肠：书燕，你好久没来看我了，我好想你，我们什么时候结婚呀？什么雷人恋爱脑台词。我转过头去看他，他也看见了我。为什么要罚林管家？思涵瞳孔一缩，跟被圣母附体了似的，一下抱住我，殷殷啜泣：你不要伤害我的林姐姐，她从小和我们一起长大，我一直拿她当亲姐姐，你怎么能罚她跪在地上啊？我听得一愣一愣的。以前的她从来不跟我搭话，甚至很少跟我进行眼神接触，这回还亲姐姐了。到底是季书燕的青梅竹马加白月光，不管听着多绿茶多恶心人，她都不舍得开口打断。思涵还在继续说：你难道不记得当初我们3个对流星许下的愿望，要生生世世在一起吗？等等，这话就不对了。我们3个从来没有一起看过流星雨，就算看过，他们俩也不可能许下要和我一个管家生生世世在一起的愿望吧？咋的，3P 呀？反而我跟苏曼一起看过流星雨。那会的他孤单地站在阳台上，倚着栏杆，落寞地望着夜空。我以为他要轻声，赶忙站旁边陪着。我听得很清楚，他许下的愿望是要和季书燕生生世世在一起。以前我总觉得思涵喜欢穿苏曼同款衣服这件事真的很心悸，而且让人非常奇怪的点就是苏曼和思涵从来没有同屏出现过，他们2人甚至没有互撕的戏份。现在想来，有没有一种可能，思涵和苏曼是同一个宿主操控，没有办法同时出现？犹豫了一下，我趴在思涵耳边小声嘀咕道：姐妹，你是不是苏曼和思涵2号双开机插台词了？还没来得及看思涵的反应，系统的声音先在我脑海里跳了出来：宿主，你们千万不要露馅，我刚刚查过了，这个季书燕已经抹杀了好几个不听话的宿主了，有别墅里的佣人、开车的司机、公司里的员工。我愣了愣，原来之前那个被开除的佣人崔阿姨不是连夜走的，而是被抹杀了。啪啪啪，季书燕讥讽十足地拍了拍手，有意思，真的是太有意思了。显然她也发现了思涵这句满是 bug 的台词，她不知从哪摸出了2把飞刀，反复抛在空中把玩。苏曼，是你吗？苏曼。思涵被季书燕阴阳怪气的语调整得打了哆嗦。我们俩现在坐在地上，紧紧地抱在一起，就像2只弱小又无助的待宰的羔羊，自古关键时刻必出岔子。果不其然，季书燕的工作手机在这命悬一线的关头响了。一般这个电话响了的时候，就算季书燕在进行双人活塞运动，她也会立马接起来。季书燕狠狠地瞪了我们一眼，没好气地接起电话，冲电话那头的怨种怒道：你最好有事。也怪对面那货太激动，说话的嗓门太大了，我和思涵把他要汇报的内容听得清清楚楚。他说：老板，我看见夫人了。季书燕皱眉：哪个夫人？刚死那个苏曼小姐，我在商贸广场2楼看见她了。季书燕的着重点永远很奇怪。
他关心的点竟然是工作日时间，你作为我的秘书，在商贸广场2楼干什么？那一层全是卖童装的。电话那头，秘书哥短暂的沉默了，而我身经百战，知道现在就是扭转乾坤的好机会。我掐了一下思涵大腿的肉，用腹语和他对话，快哭，然后控诉他渣男。思涵也是个老懂王了，他连应都没应我一声，直接捂着大腿，眼圈瞬间发红，哭得楚楚可怜。舒燕，你怎么能在我面前堂而皇之的想那个女人，还让秘书去寻找她的下落？你是不肯相信她已经死了的事实吗？然后用腹语小声的骂了我句林毅，你 M 星号 B。接下来的一幕更精彩了。思涵走到季书燕面前，就给了她一个大嘴巴子。我惊讶的嘴巴都能塞下鸡蛋。说好的只爱我一个人，现在他死了，你是不是开始怀念他了？季书燕被扇的发型都乱了，额前的刘海遮住了半只眼睛，右边的脸上是5个鲜红的指印。她舔了舔嘴角，细细的看向思涵，你再打他。思涵麻溜的就又是一巴掌。季书燕，你再打他，还敢打他？10个巴掌后，季书燕的系统蓝色小球惊呆了，她甚至短暂的停止了悬浮抖动，手中的扳手都掉到了地上。眼看着季书燕的脸已经肿得发紫，想必怒气值也快 max 了。我英勇地站出来大喊，季总，司小姐，你们别打了，这一切由我开始，就该由我结束。说完，我直接卯足了全身力气，给了季书燕最后一个巴掌。这次我是抱着把她直接扇死的想法。那你他妈扇自己呀，扇我干嘛？季书燕瞪大眼睛，捂着脸想要躲，但是来不及了，我已经扇上去了。啪！季书燕被活生生扇晕过去的瞬间，蓝色悬浮小球失去了动力，变成一坨灰色的石球，哐当一声落在地上。也就是说，她的系统只能在她意识清醒的时候才能进行工作。现在看来，这个位面最大的反派不是思涵，而是季书燕。思涵气喘吁地甩了甩胳膊，真耐扇，手都给我扇痛了。还是你刚刚那巴掌猛，点赞。说着说着，他还踩了一脚瘫软在沙发上晕死过去的季书燕。怎么样，有没有被我精湛完美的演技折服？我只当哄小孩般疯狂点头。思涵叉着腰，傲娇的扬起下巴。林管家，你得叫我大小姐，我现在是高贵优雅、美丽动人、聪明鸡贼的私家大小姐。我撇撇嘴，白了他一眼。姐，你该不会在上个位面给人当了一整局丫鬟，这局终于拿了个大小姐人设，励志要爽个够吧？思涵瞬间苦脸，仿佛回忆起什么痛苦往事，两眼泪汪汪。你怎么知道的？上个位面，我是个古代丫鬟，每天喊别人大小姐就算了，还得给她倒尿盆，你知道我有多憋屈吗？顿了顿，她坏笑一声，拽着我的胳膊小声问道：林毅姐姐，你可以帮我倒尿盆吗？我心中万只羊驼掠过，随手抄起一个摆在旁边的花瓶搁在地上，指着花瓶冲思涵说：尿，你现在就当着我面尿，我马上就给你倒。思涵捂着脸后退了2步，不太好吧？我们已经熟到可以当面干这种事情的地步了吗？那还有个男人呢，虽然已经晕过去了。他指了指死过去的季书燕，我看他一副欲迎还拒的模样，气得头顶冒烟，咬牙切齿。没关系，你尿。思涵眨了眨眼，羞涩地咬了咬唇。真的可以吗？我咬牙切齿，一字一句地怒吼道：当然不可以，滚啊！话说回正轨，我拖着下巴认真思考，如果我们先行一步杀了季书燕，或者把她变成植物人的话，我们就不会沦落到被她抹杀了。说干就干，我从厨房拿了个杀猪刀，就准备冲向季书燕。思涵吓得连忙窜到沙发后面躲着。干嘛呀，姐妹？你不会为了渣男要杀我吧？我懒得搭理这个小戏精，举起杀猪刀就往季书燕脑瓜中心砍。手起刀落，我的刀在即将挨到季书燕的瞬间凭空消失了。思涵眼睛睁得大大的，林毅姐，你刀呢？系统，我刀呢？系统，你刀呢？10分钟后，系统得出来一个结论：季书燕是 RMB 玩家，系统比我们高级不说，还自带防暗杀系统，相当于是一个隐形的盾，自动抵御外来伤害。我冷笑嘲讽道：呵呵，平时亏心事做多了，所以连夜搞出这个系统来的吧？没关系，我自有办法。我捡起季书燕没来得及收回去的系统，拿在手中把玩。刚刚在系统化为石球落在地上时，我就看见了，在它的后背部分有个 USB 接口。思涵，有数据线吗？有，你要干嘛使？思涵忙不迭从上衣的口袋里拿出手机数据线，恰好和系统石球的插口配对。我打开电脑，浏览成网页，辣眼的美女和帅哥映入眼帘。以前我生怕点到这些小广告，害得电脑中病毒。现在我疯狂点击下载那些看起来就是木马病毒的软件，哪个容易中毒点哪个。不出意外的话，季书燕的系统马上就要跟无数个木马病毒厮杀了。几分钟后，系统石球忽然亮了起来，重新变成能量球，漂浮在空中。只是它变了个颜色，变成黄色了。季书燕恰好在这个时候醒来了，她虚弱且暴跳如雷的声音在我们身后响起：你们对她做了什么？她只是个孩子。季书燕的系统坏了，
他现在只会啊吧啊吧啊吧，像个智障儿童一样发出智障的声音。没有了系统的帮助，季淑燕暂时拿我们没有办法。我开始拿着鸡毛掸子走到被我们五花大绑捆起来的季淑燕面前，嚣张地问道：“你也是宿主吧？”季淑燕皱了皱眉头，没搭话。我只当他是默认了。我马上就要杀青了，你赶紧配合我们，演完就下机。季淑燕恶狠狠地盯着我，显然不想买账。我强行摁了下她的脑袋，你只能同意。季淑燕的手机被我们没收了。思涵靠着白月光加小青梅的身份，成功将别墅里的其他人调去了季淑燕另外购置的空别墅里，美其名曰打扫新房子。至于公司，就暂且交给副总打理。越是不重要的角色，台词和用处就越少。像我作为管家，偶尔才会有一两句台词，所以他们并不会对思涵的行为起疑。毕竟他们手里的剧情剧本都不是完整的，像思涵的就比我多整整100页。1周后，在我们威逼利诱下，实际上是饿了季淑燕整整1周不给饭吃，季淑燕终于松口，保证再也不会对我们起杀心后，我们才放开了她。为了防止她变卦，我们没收了她的系统，藏了起来。反正她的系统现在就是个傻蛋儿，没什么用。按照剧情来说，苏曼是假死，我只要等她再次回到别墅后，对她说一句：“夫人，少爷自从你走过，再也没有笑过了，就可以完美杀青了。”于是我和思涵着手开始走剧情。那你等我一下，我这就去登苏曼那个号走剧情。可当他开始切号的时候，却发现居然切不回去了，系统显示出错，无法登回。恐怖的是，季淑燕的秘书在这个时候带回来个女人，而那个女人长得和苏曼一模一样。我们站在2楼楼梯，看见坐在客厅里温婉端庄的苏曼，目瞪口呆。我第一反应，姐妹，你号被盗了。思涵也惊了，以前的苏曼确实是我在控制，所以从来没有同屏出现过，现在这个是咋回事啊？我和思涵商量了一番，决定我先去楼下会一会季淑燕的秘书和苏曼，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。林管家，季总呢？秘书满面春风地看着我，我随便编了个理由，把秘书敷衍走了。苏曼主动和我打招呼，林管家，好久不见。我立马就抓住他的手，激动道：“夫人，少爷自从你走后，就再也没有笑过了。也许是错觉，我居然在脑海里听到思涵的咆哮。死鬼，谁的手你都抓是吧？”抬头，只见2楼正在暗中偷窥的思涵，像个河豚似的鼓着2腮。叮！我意识海里的位面任务显示任务完成，但没有如想象中直接脱离位面，反而任务栏更新了。从对苏曼说夫人，少爷自从你走后，再也没有笑过了，更新成对苏曼说季总从来没有这么失魂落魄过，你是第一个让他流泪的女人。这一看就是临时加班，可任务奖金还是50万。卧槽，加量不加钱啊！这不是纠结的点，关键是我的任务实时更新了，那就证明眼前这个苏曼确实是真的苏曼。思涵上不去苏曼的号，苏曼又能突然出现在这里。我想只有一种可能性，下一个宿主来了。这个想法很快就得到了印证。我们偷偷摸摸在别墅小区里散步的时候，发现原本被抹杀了的崔阿姨竟然推着婴儿车出现在了小区的花园里。崔阿姨，我朝她打招呼，可她一脸茫然地盯着我。你是崔阿姨？你不认识我了吗？尽管心中已经有了猜测，我还是不死心地问道。崔阿姨摇了摇头，表示完全不记得见过我。她的眼睛忽然失焦，木讷地盯着前方。我猜她大概是正在询问自己的系统，我是怎么回事。我们之前的想法得到了证实，被抹杀的人灵魂会彻底消失，取而代之的是新的宿主。为了避免新来的被季淑燕吓到，我们主动找上了苏曼，开门见山的直接一句：“姐妹你好，我们俩都是宿主。”铺垫后就直接告诉她季淑燕有多么残暴的事实。她的人设就是个残暴冷漠的霸总，最奇葩的点还是不喜欢和别人拥有相同的东西。前2天她知道我和韩寒有系统后，嚷嚷着要把我们都抹杀了。你说这是不是纯变态？还好我们聪明，把他的系统藏起来了。我摊摊手，一脸无奈。是吗？苏曼眼眸微微失色，好看的柳眉动了动。我有些诧异，他的反应好平淡啊。他似乎唯一感兴趣的点是，你们还能没收他的系统，怎么做到的？思涵这下来劲了，当然是韩寒和林毅姐姐携手并肩做到的。自从我喊了句韩寒，思涵一句话至少得出现10次韩寒。他直接用韩寒代替了我字。苏曼难得主动找话聊，那你们把他的系统放在哪了呀？一定要好好藏起来，千万别被他找到了。思涵没什么心眼，直接就说了：“放心吧，我俩放厕所的抽水盖里了，也不知道泡水还能不能用，反正不是我的系统。”在他心里，女孩子都是善良的，所以对苏曼一点防备都没有。可我心里却觉得十分不安，我总觉得他有些怪怪的。事实证明，我的想法是对的。3天后，我跟思涵互相踩着对方脸睡得正香的时候，卧室灯被人猛然打开，白炽灯刺眼的亮光照得我睁不开眼。我揉着惺忪的睡眼，骂骂咧咧：“谁呀？
有病。然而骂到一半的话突然尬住了。只见季书燕得意洋洋地站在门口，她身边漂浮着一个蓝色能量小球。苏曼偷走了我们藏好的系统，还给了季书燕。这下轮到我和思涵被五花大绑地捆起来了。季书燕坐在沙发上，吃着被人包好的葡萄。苏曼像个佣人似的，低眉顺眼地站在她身旁。思涵发觉自己被女生骗了，懊恼又气愤。苏曼，你居然会因为一个男人背叛我们，你是不是脑子不正常啊？苏曼的脖子瑟缩了一下，她心虚地低着头，眼神躲闪，不敢看我们。说真的，要不是我现在被捆着，我真想把苏曼和季书燕一起绑火夹子上烤死。没办法，她就是我的一条好狗啊。季书燕咂了咂舌，轻飘飘地看了一眼苏曼后收回了目光。她带着炫耀的意味向我们透露了一个惊天大秘密。她说，其实她不是宿主，她是一个有了自我意识的剧情人物。我经历了10个转世，也就是你们口中的10个位面，见过无数个恬不知耻缠着我的女人了。季书燕讽刺地笑道，你们这些女性宿主，不就是生来为了讨好我们男人吗？费尽心思讨好我们，弄得自己要死不活的，最后临死之前还幻想我们会后悔。她轻蔑地弹了一下手里的烟，死了就死了呗，谁会想起一个没有任何作用的废物？虽然太听话的没什么意思，但你们这2个宿主太反骨，我更不喜欢。把你俩抹杀后，希望下一批宿主还能像以前一样听话懂事些。苏曼一愣，你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？季书燕给他递去一个不满的眼神，你就是那个舔了我10个位面的女人啊，真烦人，像个狗皮膏药一样。我每次能认出你，不是因为我喜欢你，是因为你实在是太舔了，是无数个舔狗里面最舔的一个。为了我要自杀，哈哈哈，我真的快笑死了。趁他俩剑拔弩张的时候，我让系统读取了苏曼的资料。原来苏曼的这个宿主已经追寻了季书燕10个位面了。第一世，季书燕是古代的太子，那回他以为季书燕只是个没有意识、按部就班、无脑照着剧本发展的男主角。直至第3世的时候，他才发现季书燕竟然有第一世的记忆。他记得季书燕有了自己的意识，她不再是一个虚无缥缈的工具人了。她有人类的感情，有人类的思维头脑，会以自己的性格处理事情。季书燕厌烦地摆了摆手，系统，先抹杀这个死舔狗吧，跟个苍蝇似的，真的很让人觉得恶心。这一次，系统成功了。他在毫无防备的苏曼后背上盖下一个抹杀的红章，这看起来比上次季书燕的系统拿巨型扳手准备砸死我要轻得多。可大家都心知肚明，一旦被盖上这个章，恐怕必死无疑。你们看好，他马上就要死了哟。季书燕轻松愉悦的口吻，就好比在说今天天气真好。杀人对他来说已经是件很平淡的小事了。苏曼失魂落魄地跌坐在地上，宛如被抽去了灵魂，喃喃自语，我竟然可笑地爱上我的攻略目标。他明明记得我，明明每一世都会对我好，为什么就是不肯承认喜欢我？明明第2世我要自杀的时候，是他拼命拦住了我，为什么这一世他会这么对我？而季书燕仿佛听到了什么绝世笑话般，仰头大笑，你在说什么呀？我只是顺手救了你一下，你就以为我是爱你了？拜托，我顺手把地上的垃圾捡回垃圾桶里，是不是送垃圾回家了？苏曼哭着喊，你告诉我，我喜欢你有什么错？我无视狂笑的季书燕，忍不住开口斥责苏曼，喜欢一个男人没有错，但如果你用自己的死去试探一个不爱你的人对你的感情，从而伤害了无数个爱你的人，你觉得自己做的对吗？苏曼瞳孔一缩，仿佛这才意识到自己错的有多么离谱。他苍白的嘴唇颤抖得不像话，可没有时间给他后悔了。红色的光圈在苏曼脚底亮起，他像是被一个无形的牢笼困住，后背上被季书燕的系统盖下的抹杀文章发出了刺眼的猩红。苏曼的身体开始支离破碎，他正在一点一点被清除。对不起，真的很对不起。他泪眼婆娑的，似乎在冲着我道歉。嘘，在季书燕一声轻快的口哨声后，苏曼彻底消失了。我不会原谅他，甚至不会同情他。他这可怜的一生都是咎由自取，甚至到死他都没有意识到自己真正最对不起的人是他自己呀。季书燕将我们关进了别墅的地下室里，派了2个保镖严密看守。我和思涵也清楚地知道，下一个被抹杀的人就是我俩。季书燕之所以没直接动手，大概是因为抹杀这个技能是有冷却时间的。我记得当初崔阿姨消失后，开车的王师傅是在2天后辞职的，也就是说，这个抹杀的冷却时间是48个小时。换句话说，只要季书燕看谁不顺眼，只需48小时就能让对方消失，不需要付出任何代价，就能扼杀别人的生命。凭什么像这样的人反而可以高枕无忧地躺在沙发上，讽刺女性是世界上最没用的存在？系统，我们能主动放弃这次任务吗？思涵在神室里发起了共同聊天，这样我们都能互相听到对方系统的谈话。他的系统说，抱歉主人，级别不够，暂时不能放弃任务，除非此位面主角死亡，否则任务无法终止。苏曼不是已经死了吗？她是女主啊，为什么任务没有终止？思涵的这个问题，我想我应该能替系统解释。这个位面
表面上是一本以女屏蔽死人文学小说塑造的，但其实大家都是围绕着季书燕在转。我是季书燕的管家，思涵是季书燕青梅竹马的白月光，苏曼是季书燕的妻子。你看，我们都被带上了季书燕的程前缀。这个位面的主角是季书燕，只有她消失了，我们才能停止这场荒谬的游戏。思涵气得猛踹了一脚紧紧关闭的大门，愤恨地骂道：季书燕，你这个歧视女人的狗东西，咋的？你妈不是女人？我就应该穿越回过去，告诉你妈，让她千万别把你生出来，别生出来。等等，如果我们真的阻止了季书燕的降生，是不是就能终止任务，逃过被抹杀的命运了？系统，你以前是不是说过能用攒下的奖金变换出想要的东西？是。那你能不能变出一个时空隧道，让我回到季夫人怀季书燕的那年？时空隧道可以，但你提出的那个时间线太遥远了，不属于我们任务时间范围里。系统立马驳回了我们这个想法，不让穿越回出生之前，又不能直接拿刀把他杀了，那怎么样才能让他死啊？我颓然地摸着脑袋。思涵过来拍了拍我的肩膀，林毅姐，你记不记得当年季书燕差点淹死在鱼塘里的那次？我眼前一亮。对哦，还有那次。系统，那我们能不能回到季书燕差点在鱼塘淹死的那年？系统沉默了小会，理论上是可以，但这得花费巨量的奖金，你攒下的那100万金币恐怕也不太够，那加上我的呢？思涵毫不犹豫地接过话头，他立马吩咐自己的系统将自己储存的所有奖金转移给我，我的账户上瞬间多出了200万。思涵骄傲地说，这就叫姐妹帮助姐妹，女人遇到问题不一定要靠男人，关键时刻还得看姐妹。他的话让我心里一酸，感动得不行。呜呜呜！我恨不得直接原地跟她绑个心羁绊，姐妹还不感谢本小姐？思涵笑着递给我一张纸巾，节约点啊，就这一包了。我擦了擦眼角感动的泪水，难得配合她表演，谢谢我美丽动人的大小姐。系统看着一大堆金币，欣喜的狂叫，够了，这下完全够了。思涵，你这么高兴干什么？你是不是想中间商赚差价？系统，我是为了你们高兴。现在还剩最后一步，叫来季书燕。只有3个人同时在场的时候，才能成功穿越回去。48小时后，季书燕终于来了，她西装革履，头上抹了发胶，阴鸷的眼睛里倒映着我和思涵狼狈的身影。你们俩谁想先走前面？我直接扯住思涵的头发，把她朝季书燕面前推，先杀她。季书燕朝后退了2步，警惕地跟我们保持距离。思涵哪肯，抱住我的腰身一个360度转圈，就让我和季书燕面对面了。你跟季书燕一条裤子长大的，当然是先杀你。我们又离季书燕更近了一步。滚，绿茶女！前2天装了和我姐妹情深，这回就翻脸了。我一边注意着季书燕的动作，一边和思涵演戏。季书燕防备心重，但她就喜欢看女人打架。在她的认知里，女性跟女性之间是无法和平相处的。果然，季书燕抱住胳膊，讥诮道：早就说了，你们女人只会搞雌竞这套，真是愚蠢又无知。对，我直接附和。然后在季书燕短暂失神的片刻功夫，一个熊抱扑倒了她。思涵，快压上来！我俩贴一起。卧槽，林毅姐，有时你是真敢上啊！思涵感叹了一句，一个飞扑就压上来。虽然90斤不算胖，但也有重量啊。特别是好妹妹，让胸，你的胸要压得我窒息了。我涨红脸，闭着眼睛，像个乌龟似的疯狂从思涵胸口伸出头，奋力的呼吸空气。而被我压在地上趴着的季书燕断断续续地骂道：滚！你们2个贱女人，从我身上滚开！保镖，你们还傻杵着干什么？显然，那些保镖根本没想到会被我们搞出叠罗汉的惨状。试问，什么霸道总裁文里会出现这么抓马的剧情？他们面面相觑，哥，我这剧本里没写这个呀，这咋弄啊？我也不知道啊，老弟。任务要求我们永远听季总的话，要不我们还是上吧。可惜没用了，这些保镖来了也没用。就算季书燕此时呼唤蓝色小球出来救他，也已经来不及了，因为我早就在他踏入这个房间开始，就让系统部署穿越隧道。现在刚好成功了。我们的身下出现了一个黑蓝色的黑洞，将我们3个恰好包围住。那些保镖被空气屏障隔绝在外面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我们被飓风吸入黑洞里。不，系统花费了我和思涵全部家当，终于制造出了一个时空裂缝。我们3人通过时空隧道，成功回到了那年夏天。不过，他似乎被传送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了，并不我身边。鱼塘边，只有我和在水里扑腾挣扎的季书燕。传送得非常到位。现在有2个选择摆在我面前。1. 重新走剧情。2. 袖手旁观，让季书燕淹死，任务失败。林毅，救我！我们是一起长大的朋友，我一直拿你当自家人。我知道错了，你救救我！季书燕的呼喊声，我是一个字都听不进去。我只想一动不动站在这，看着她被淹死。嘻嘻，不让杀，没说不让见死不救吧？
系统犹豫了再三，还是开口劝我：主人，如果季书燕死掉的话，这个卫冕的任务就算失败了，我们就得不到奖金了。我们穿越回来可是花了300万金币呢，这要是不挣回来，多可惜呀！他都已经认错要改了，他认错就可以挽救回那些被他抹杀的无辜生命吗？我打断了系统的话，我不认为一个骨子里就歧视女性的男人会改变。我要是救他上来，他可能还会觉得我是被他的魅力吸引。搞性别歧视的人就应该被整个世界唾弃，被整个世界遗忘。如果命运生来不公，我会依然拿起心中的秤，竭尽全力将我的人生扭转。系统沉默了，不再阻止我的行为。于是季书燕在我冷漠的注视下，渐渐地失去力气，停止了挣扎，最后沉入水底。拿了30分钟鱼饵的思涵也终于回来了。他看着还在咕噜咕噜冒泡的水面，感叹：现在他们吃饱了，应该也用不着鱼饵了。我凑上前去，站在他身边，歉意地开口：抱歉，我自作主张放弃了这个任务点，你给我的那200万打水漂了。思涵诧异地眨巴下眼睛，扑哧的大笑出声：你刚刚对系统说的那些话我都听到了，说的真是太好了。你的决定就是我的决定呀，而且女孩子会永远对女孩子施以援手哦。心中的万般感激无法言喻，我只能回以他一个沉重的拥抱。系统冰冷的机械提示音也在季书燕死后几分钟响起。第3任务点失败，任务终止，即将传送至下一个位面。光圈蓦然在我和思涵身边升起，我和他的身体逐渐化为透明的星点，即将消失在这个位面的最后一刻。思涵拉住我的手，眉眼弯弯，唇边漾开甜甜的笑意：亲爱的林管家，我们下个位面再见。我反扣住他的手，将他的手心摁在我的心口，行了个绅士礼：好的，亲爱的大小姐。